这次我做了咸蛋排骨粥。对我来说，想做出好吃的粥，就必须要有一锅好的汤底来作为它的基础。我在影片中就用到了香菇、排骨还有白菜来作为熬汤的食材，我觉得它们在其中的搭配算是蛮和谐的。将干香菇洗干净，用饮用水泡软之后切成片，然后泡香菇的水是要保留起来，等等要下锅熬汤用的。排骨的部分，我的建议是选用比较多肉的部位，或者你也可以改用排骨加五花肉这个组合，反正就是要吃到肉就对了。白菜在这个粥里面扮演着默默付出的角色，等你把粥熬好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已经不见了，留下来的就只是蔬菜的清甜味。煮几人份的粥就用几个咸蛋，这样味道会比较足。把咸蛋煮熟之后挖出来切碎就好。平常店家在做这个粥的时候会加皮蛋进去，但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它的味道，所以就没有加。煮粥用的米不需要洗太多次，只需要把上面残留的灰尘洗掉。洗太多次，它的淀粉就会流失掉，到时候你煮出来的粥就没有那么浓稠。这次熬汤我想尝试另外一种方法，不用汆烫，而是改用煎的方式来处理排骨。我是用带有盖子的不粘锅来煮这锅粥，因为就可以一锅烧到底，中途还不需要换锅子，比较方便。锅中加一点点的油，然后把排骨下锅煎到表面焦黄的，这是香气的来源。因为排骨的表面上还是带有脂肪的，你把它煎香了，那逼出来的就是猪油香。现在要来到一个香气堆叠的过程了，先把排骨煎香，把猪油给逼出来，然后再将香菇下锅炒香。把香菇炒香了之后，再把带有香菇的香味的香菇水下锅。煮粥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你把水量稍微预留多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在烹煮的过程中水分是会流失掉的，同时还会被米粒给吸收。反观如果你锅子里面的水量不够的话，一个不留神，锅底很有可能就烧焦了。把水煮滚了之后，可能会有一些浮沫冒出来，要把它们捞掉。如果你之前做过这种排骨粥，然后吃起来有肉腥味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浮沫所导致的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捞走。等把浮沫都撇干净了之后，才将白菜下锅，然后等到它再一次烧开了之后，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煮半个小时。你还是得多保留一点时间，让排骨经历软化这一个过程，总不能整锅粥吃起来很绵密，但排骨吃起来却是硬硬的吧。你可以从画面中看到，当你把排骨煮软了之后，它在颜色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。现在就可以把刚刚洗干净的米下锅了。下锅之后把它给拨散，不要让它集中在一个地方。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香米是属于长米，它的淀粉含量会比较少，粘稠度也没有短米来的高。它们做出来的粥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。短米煮出来的粥会比较绵密，但长米煮出来的粥就是属于米香气比较重的那一种。你也可以把两种米掺在一起用，做一个搭配也是蛮不错的。因为是直接在明火上面煮的，烹调时间肯定会比用电饭锅来的更短。像我用中火煮了大概15分钟吧，它已经变成像饭的状态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在它还没有完全转变成粥之前，一定要定时的翻动，确保锅子里面的水是足够的，如果不够水就加水。特别是在它进入了像米饭的这个状态了之后，吸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所以一定要多留意。下咸蛋的时机也是蛮重要的，下早了的话，它会跟着锅子里面的汤汤水水一起滚动，到最后变得渣都不剩。如果你下晚了的话，它的香气会比较难被挥发出来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在米饭成型了之后就可以把它下锅。当米饭的吸水速度变快，就代表它在形态上的转变也在加速中。因为每一家用的米都不同，吸水性质也不太一样，所以我给的这个水量就只是一个参考数值。个人建议你还是一边烹调一边加水，来慢慢观察这个米跟水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。透过这个方式，就算你第一次尝试做这个粥失败了，下一次也知道要调整的点在哪里，会帮助你更容易的掌握好煮这锅粥的要诀。关火之前要试一下味道，不够咸的话就加盐，然后胡椒粉一定是要最后才下，不然香气会流失掉。至于这个粥要煮多久，或者是煮成什么样的状态，就看个人喜好了。唯独要注意的是，你在关火之前一定要在锅中多预留一点水分，因为在放置的过程中，米饭还是会持续吸水的。稍微体谅一下别人，葱花的话就不要直接加在大锅里面了，如果是自己想吃的话，装在自己的小碗里就好。要说这个粥的浓稠度的话，我个人是比较偏好这种浓稠一点的，并不喜欢那种汤汤水水的粥。
除了葱花以外，有些人会在吃粥的时候加一些其他的配料，好像是香菜啊，或者是酱油，但我都没有，我选择的是加香麻油。你不觉得加了酱油粥会影响到这整碗粥的外观吗？看起来黑黑的。这就是我做的咸蛋排骨粥。那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